最后一天名古屋旅游要来完成最后想吃想买的名单。第一站就是可梅多吃早餐，给一条热到冒眼的毛巾真舒服。名古屋的早餐吃了好多次，和不同店家都很好吃，一定要吃哦。决定来可梅多是因为品项很多也好吃。星期天的早上正见点客慢，名古屋的早餐就是一杯咖啡送一块吐司，吐司外表酥酥的，里面软绵。两人都选了甜蜜蜜的红豆，一早吃甜滋滋的，让整天都甜蜜蜜。哦，一夕来名古屋一定要早起吃一下早餐。日式的咖啡也很好喝。墙上挂了幅以前就街道的画，用 AI 让街道火起来了。贪吃的我们有点聊炸鸡，记忆中是滋味很好。你先吃。真的多只有够味。日本的鸡肉真的都很好吃。下一站无印良品，发现我要买的餐盘不火了，我成功买到了，快速转到 3 coins， 发现 DP 店陈列换了可爱的新东西，来3 coins 要找做抹茶的道具，结果绕了一圈没看到。换到旁边栋 loft 找到了，但不知道那个适合，有些道具又是做什么的，看得我傻傻的，在这里先买个抹茶刷子，决定去中日大楼的中传真奇商店再找找看。中日大楼的一进去就是蓝瓶咖啡，好奇去看蓝瓶周边商品的价格和新商品，发现价格比明年初卖的价格还高，应该是有调整过一波价格。蓝瓶旁边就是中传真奇商店，这家店的商品都很美，很有质感。买了这个波做减少的小小盘子，这个是小土锅，但我想拿来做抹茶使用，但店员不建议，让我犹豫了。日本快新年了，所以有很多新年吉祥物的摆饰，真的都很可爱，很吸引人目光。这是12生肖的布置摆饰。我们先到楼上，再找找有务实合做抹茶的杯子。楼上有家专卖艺术家手做的店蛋饺龟。先到 B1 喝杯茶，冷静想象。对等的时候，发现原来那个器具是茶抹茶刷的。本来抹茶香加一球冰淇淋，但居然要500元，我就放弃加冰淇淋了。偷学一下抹茶如何制作。看蜡画就是很疗愈的一件事。我和抹茶朋友喝杯茶，2种茶都很好喝我。看到这个栗子甜点太美了，忍不住就点了。太高不知道如何下口吃，就把栗子拿出来另外吃，哈哈。不得不说，日本的栗子甜点都处理得好吃。之后我们往同栋楼上走。7楼有一个户外广场，是免费可以上去看风景。
冬天很冷，要做好保暖哦。这里白天和夜晚的景色都超美的，可以看见它和宇宙而已。真的很喜欢龙商圈的氛围。曾经坐在这里，兴起像在名古屋买房的念头。这里值得上来走走，放空一下。尤其是春天的时候，坐在这里晒太阳超舒服的。经过一间排队的拉面店，还没吃午餐的，我们立刻加入排队阵容。从里面排到外面，味道好像让我更饿了。终于入座了。这间店生鸡蛋可以自由免费取用。太太也一样免费自由去用我，也有啦，有何打算可以加，还有调味粉也可自行取用我。日本拉面店现在都生鸡蛋和海苔自由了。我点的辛辣鸡汤原味拉面，这碗拉面一定很合台湾人的胃口。挺常玩心的，我大推我好像有得过米其林。朋友点的鸡汤原味拉面也超好吃。这次旅行的拉面依然是为领先保持第一名。类型酱油汤头不是我的菜，所以第3名。看到一群妹子在帮一个唱歌团体应援。超投入的，有人认识吗？而且晚点再经过时，人潮变更多。连它白天也很美丽。来这里是因为念念不忘的 Venti Ice Cream 啦，口味超多种的，超想每种吃吃看。店员还记得我们，哈哈。吃完冰超级心满意足的。遇见主人遛狗狗们在社交。这是超级淘拍的。可爱啊！两只狗个性完全不同。都好可爱啊！每集不犹豫到下一谈社交。一直不想社交的狗狗。我们往9五大同公园前进。这里有圣诞市集和圣诞活动。还有街头艺人表演，
他讲很久，我们又听不懂。这里聚集超多人的。我来名古屋好几趟，第一次看到聚集那么多人的地方。圣诞时期有很多摊位，卖食品、吃的、喝的都有，有户外和帐篷内着一区。太多人了，我们决定往饭店方向逛逛。路过这间扭蛋店，居然有3层楼了。以前没有走过这里，觉得很新奇。我们逛逛也聊聊天，是很舒服的夜晚。在谷歌找了一间没吃过的串烧店，但就是鹤鸟贵族缘分这么深哈。想吃的那间店不见了，还遇到一组韩国人也在找那间店，所以我们又来吃鸟贵族啦。点2盘高丽菜还闹了笑话。龙上圈的这间鸟贵族我觉得更好吃。芭比吃的再吃一遍，这样回家就甘愿了。而且日本吃比台湾便宜，也不用排队。一大早火车站内慢慢都是通勤的人。不合通勤出勤，所以会乘搭 MSK 玩。到机场只需28分钟。我们乖乖的把座位票查好。MSK 真的坐起来比较舒服，就是要台币约90元。到底一行沙拉要往第2行沙走。来的时候是晚上，看不到漂亮风景。第2行沙有 Flight of Dream， 可以参观波音7887原型机，好像还遇到电视节目拍摄，但是不认识他们哈。我们坐在2楼星巴克的馆上去，很 chill 的早上。电视拍摄也有进入飞机里面拍摄。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整个旅程很漂亮玩法，跟以前见玩法不一样。其实名古屋机场蛮好买的。吃的也很多之外，第1行沙4楼可以泡温泉和看飞机起降，是需要收费的，但用 PP 卡是可以免费的。PP 卡、龙腾卡可以换餐点。第1和2行沙都有配合的餐厅。换一个炒饭和拉面，觉得在台中还的比较好。名古屋机场也有配合的休息，是可以进去使用哦。回程飞机延迟更长的时间，将近1小时多。
气，想吃的想买的也都有完成，还开发了几家没吃过的美食。现在的这样玩法超级无压力的，让命运带我去旅行，创造惊喜。这样的旅行有真正的放松到，不再追逐景点跑，比较想到另一个城市过生活的感觉。很快就到台中啦，我还在飞机上想找我的家，但没有找到。看到琪琪的地标了，等行李处就有小黑在执行公务。台中机场的人很好，指引我们先去做。环高职则是行李的出口，很方便。